大家好，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今天这期要分享的内容是，为什么不建议中年女人穿这3种上衣和这4种裙子，显老显胖还油腻。希望你喜欢，订阅支持。一到换季，很多中老年姐妹的衣柜总是越买越满，却越穿越老。其实问题不在衣服多寡，而在于款式和颜色选错了。尤其是立秋以后，早晚带点凉意，挑衣服时只顾着保暖舒服，却常常忽略了最关键的版型与颜色。结果就是衣服虽然暖和，但一穿上去不仅显得老了10岁，还把身材缺点全放大，整体油腻又臃肿，完全没有气质可言。所以想在秋天穿得优雅大方，第一步不是买更多，而是先学会断舍离。今天这期咖啡屋就来和你聊聊立秋后最不建议中老年女人穿的3种上衣，看看你的衣柜里有没有中枪的单品。1. 立秋后不建议中年妈妈穿的3种上衣，显老显胖还油腻。1. 过于宽松的麻袋款卫衣。卫衣一直是初秋季节流行的上衣单品，很多中老年妈妈们都喜欢在早秋季节穿着卫衣，来彰显自己的年轻态与活力感十足的模样。但卫衣的款式十分多，一旦选择不当，就容易让我们陷入刻意扮嫩，或者视觉显胖显臃肿的穿搭困境之中，不仅无法给我们带来预期之中的减龄效果，反而还会因款式不贴合个人气质显得违和，让形象变得更加刻板老气。就比如说下面这种过于宽松的麻袋款卫衣，避雷原因，本是为了迎合年轻姑娘们喜欢的 oversize 风制作的个性款，却被中老年女性用作遮肉显瘦的神器，自以为穿上它就能够视觉显瘦10斤。实际情况却恰恰和预期相反，普通身材的中老年女性，一般在腰腹部及肩颈处会因脂肪囤积，导致赘肉横生，而这类卫衣肩线模糊，衣长盖过臀部，完全没有版型可言，穿上不仅显老显胖，还会显得身形笨重不堪，拖沓又没精气神，自带老气感，毫无青春活力。替代思路，卫衣选对确实能够让我们的形象看上去更加的减龄，但也千万不要为了追求年轻态，去选择那些花里胡哨的、印着幼稚的卡通图案的卫衣。那样的卫衣只会给别人留下一种刻意扮嫩的印象，不仅违和感强，还不好搭配，看起来并不美观大方。建议选择领口稍大、腰身微宽松，但肩线明显的卫衣，这种卫衣刚好能够藏住我们腰腹部的赘肉，又不会因过于松垮而显得臃肿无形。长度在胯部上下即可，不要过长，也不要过短，过短容易暴露身材缺陷，过长又容易拉低身材比例，显得拖沓没精神。2. 高饱和度紧身毛衣针织衫。为了应对秋季早晚的温度差，以及方便搭配外套，很多中年妈妈们还会给自己买上1、2件万能的打底衫。初秋多数以 T 恤为主，晚秋则是以毛衣针织衫为主。T 恤还好，大多都是基础款，作为内搭并不容易踩雷，但毛衣针织衫却是中老年妈妈们踩雷的重灾区。很多妈妈们喜欢那种高饱和度的紧身毛衣针织衫，自以为穿着亮堂鲜艳一些，能够让自己看起来更精神，其实反倒拉低了个人形象与气质，让自己看起来俗气又老气。避雷原因，首先，像中老年妈妈们喜欢的亮黄、正红、宝蓝等颜色，本就对肤色的要求比较高，除了冷白皮能够驾驭以外，像普通的黄黑皮、黄皮等肤色的女性穿着，反而会被衬得气色更加暗沉无光，显黑显土。再者，
紧身款虽然方便搭配外套，但如果单穿却容易暴露我们的身材缺陷，例如脖子短、手臂粗、腰腹部有赘肉等问题。单从功能性与实用性方面来讲，确实达不到我们所期望追求的性价比，所以并不建议大家购买穿着此类服装。3. 暗红暗紫的国风老年装。以往大家对老年装的印象还停留在那种暗红暗紫的棉服以及松垮无形的奶奶衫上面，但其实有一种新型的国风老年装，它的显老感与刻板气息并不比这些服装差。避雷原因：黑色、棕色、暗红暗紫色类的深色国风装，虽然打着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新中式名号，但实际穿起来却很难穿出活力感。即便面料轻盈有光泽感，可过于深沉的颜色叠加盘扣、刺绣等元素，仍旧容易给人一种沉闷压抑的感觉。很多时候，你以为的老年装是符合自己年龄气质的打扮，看起来成熟稳重又十分端庄得体，但其实你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老气，何必非要将自己往暮气沉沉的方向打扮呢？替代思路：要想国风装看起来既有国风韵味又不显刻板老气，首先就要选择轻浅雅的莫兰迪色系，例如米白、浅蓝、玉石绿等色彩，降低饱和度并适当提高明度，既能美白肤色，又能柔和身形与气质，让我们看起来既清新又显年轻。此外，刺绣的样式与范围大小也很重要，尽量不要选择大面积的山水、花草、动物等图案，那样会加重衣服本身的年代感与厚重感。建议多选小面积的精致纹样，比如几缕线条、一朵小花或简单的几何图案，才能既保留国风的古典与传统韵味，又不会在视觉上显得繁杂累赘。2. 中年妈妈选上衣，切记3要3不要原则。1. 要合身微松，不要紧绷或宽松。中年妈妈选上衣，一定要记住合身微松这4个字。尺码大小的选择，决定了我们肉眼看上去的身形是板正挺拔，还是臃肿拖沓。切记不要紧绷，也不要过于宽松，只有恰到好处，才能够最大程度化地美化我们的身形。2. 颜色要轻浅雅，不要花哨或暗沉。颜色要避开花哨和暗沉，这2种色彩都是比较极端的色彩，普通的中老年女性很难驾驭，尽量选择轻浅雅的百搭色，例如莫兰迪色系，中和暗沉，提亮肤色，百搭又时髦。3. 款式要简约，不要复杂装饰。正如老话所说，成长是做加法，而成熟是做减法。穿搭也是同样的道理，中老年女性的服装款式选择一定要简约，不要掺杂过多的复杂装饰设计，避免造型没了重点，显得累赘。推荐以下2种上衣，中年妈妈入手绝对不亏。1. 休闲衬衫。休闲衬衣既可作为内搭又可作为外套，实用性很强，能够很好地应对秋季早晚的温度差。建议尽量选择经典的条纹或纯色款，一般来说会更加的百搭。2. 针织开衫。除了衬衣以外，我们还可以选择 V 领型的细针织开衫，中薄厚度即可。切记不要选择过于厚重的落肩款开衫，这种会放大我们的肩宽、背厚等缺陷，看起来邋遢又显胖。3. 早秋跟着这些妈妈学搭配，轻松 get 时髦优雅感。1. 条纹丝巾加休闲衬衫加阔腿裤。休闲衬衫加阔腿裤的搭配，清新又时髦。如果再叠加一条条纹丝巾系在脖颈处，那直接就点亮了整套穿搭。
造型也多增加了几分复古摩登的意味，简约还大方。2. 针织开衫加 A 字半身裙加尖口单鞋。针织开衫搭配 A 字半身裙，温柔知性还极具女人味儿。对于性格比较柔和的女性来讲，这种穿搭能放大我们气质的优势，让整个人看起来既有温柔知性，亲切感十足。3. Polo 毛衣加牛仔裤加休闲鞋。伊万卡的这套穿搭优雅与干练并存，她选择了浅驼色针织开衫，贴合身形又不紧绷，提升气质同时保有温柔感。高腰牛仔裤搭配棕色皮带，拉长腿部比例，显得身材更加高挑。手拎大容量米色托特包，实用又显气质。脚踩棕红色短靴，呼应上衣与外套的色调，整体色系统一，协调又层次感。穿衣打扮从来不是盲从流行，更不是越花俏越时髦。对中年女性而言，真正的优雅从来都不是靠堆砌款式与图案，而是来自对自身气质的深刻理解与精准拿捏。很多姐妹在选裙装时，总想着遮肉或显瘦，结果一不小心就选了那些看似实穿，实则显老又显油腻的大妈裙。即使五官再美，气质再好，也难敌版型与设计的拖垮。所以接下来咖啡屋继续和你分享，听我一句劝，这4种大妈裙真的别碰了，长得再美穿上也难逃老气油腻的命运。1. 就算你长得再美，也千万别碰这4种大妈裙。1. 没有腰线的曲线型长裙，显胖又臃肿。裙装款式千万，一定要学会避开踩雷款。其中没有腰线的曲线型过膝长裙就特别容易显胖，对于微胖身材的女人来说，简直就是油腻重灾区，穿在身上显胖10斤不止。2. 紧身款式的旗袍裙，赘肉敢藏都藏不住。近2年，新中式风席卷全球，很多大龄女人都爱上了旗袍裙。可是你知道吗？改良之后的旗袍裙款式，紧身对身材的包容性特别低，贴合度太高的裁剪会瞬间勒出五花3层，从而降低整体的美观性。3. 不符合年龄的短裙，瞬间暴露身材短板。短裙也不推荐大龄女人去尝试，随着年龄增长，女性的身材会逐渐臃肿，腿型又没有年轻时那么纤细修长，穿短裙会瞬间暴露短板，而且和中老年女人的气质背道而驰，很难穿出优雅高级的效果。4. 色彩暗沉的雪纺裙，俗气老土又没品味。如果一条裙子通通都是雷区，那么穿在身上简直就是灾难。就好比色彩暗沉的雪纺裙，无论是配色还是面料都是不过关的。配色太暗沉，会显得更没气色；雪纺材质太透，容易降低造型的档次。2. 中老年女人的裙装穿搭指南，赶紧抄笔记。1. 裙子学会这么选，好身材好气质穿出来，考虑身材特点，针对性挑选版型。裙装虽然是优雅的代名词，可一旦选错了，一切都白搭。中老年女人挑选裙子，一定要考虑身材特点。下身臃肿的女人，适合穿高腰款加宽松裙摆的收腰长裙，显瘦藏肉，又能提升优雅气质。裙子材质舒适有档次，透气性强。真正有品位的女人，挑选裙子都特别注重面料材质，优先选择天然纤维面料，造型才会更有档次。例如棉质、麻质和丝绸，就是中老年女性的首选项，舒适透气，而且还适用于各种场合。配色清新淡雅，
衬肤显白抬气色。选择合适的颜色，可以轻松改善肤色暗沉蜡黄的问题。中老年女人挑选裙子，配色尽量可以清新淡雅一点，不要选择太暗沉的颜色，换成柔和的浅色系，即便是大面积用于连衣裙当中，也不会出错。裙摆长度过膝盖，端庄得体又大方。裙装的挑选还要考虑到裙子的长度，裙子长度太短会显得过于暴露，不符合成熟女人的穿衣需求。遮住膝盖的中长裙是属于比较百搭的长度，不仅可以遮盖住腿部的瑕疵，而且还能摆脱拖沓感。2. 这3条裙子简直谁穿谁美。一是百褶半身长裙，选择简约款上衣平衡造型。百褶长裙的适用人群特别广泛，尤其适合中老年女人。细密的褶皱可以增添造型的层次，同时还能让穿搭更具动态美。搭配上款式简约的上衣，轻松玩转平衡状态。2是迷笛半身裙，搭配衣摆收紧的短衫分割比例。很多女人对迷笛裙特别陌生，但其实这款裙子人人都在穿，长度介于膝盖到脚踝之间，宽松的裙摆加腰间捏褶，对身材的包容性极高，很适合搭配衣摆收紧的短衫，分割出黄金比例。3是包臀鱼尾裙，上衣叠穿成功转移视觉重心。有人觉得包臀款式的鱼尾裙对身材很挑剔，但其实它才是释放身材优势的法宝。紧密贴合臀部曲线的设计，能够凸显出女性的臀部线条，展现出丰满圆润的美感。上衣可以采用叠穿的模式，丰富造型转移视觉中心。3个穿裙小技巧，让你轻松摆脱路人感。技巧1，上衣下裙要有对比感，明示出腰部线条。在搭配半身裙的时候，建议大家可以考虑到对比感，上衣和半身裙之间采用色彩对比的关系，能够巧妙地分割身材比例，轻松明示出腰部线条，即便是配双平底鞋也是非常显高的。技巧2，通过帽子凹造型，穿搭更出彩。很多人不知道帽子的重要性，看上去不起眼的帽子，实际上有着4两拨千斤的功效。想要增加甜美气息，建议戴顶贝雷帽，追求优雅高贵的气质，换成宽檐帽即可。技巧3，背款同色系腋下包，精致度拉满。包包是属于实用时髦一把抓的配饰，中老年女人不要错过腋下包，选择一款和服装同色的皮革腋下包，可以让我们的穿搭更加协调，不管是拎在手上还是背在肩膀上，都能增添精致度，跳出年龄的框，穿成你喜欢的自己。常有人说我看着比实际年龄年轻，穿搭也总带着点不被束缚的时尚感，无论是利落的中性风还是灵动的亮色款，似乎都能轻松驾驭。其实我知道，这份轻松里藏着的是对年龄该有的样子的释然。反观身边一些姐妹，明明在橱窗里看到一件心动的衣服，手指都快碰到了，却缩回手，我这岁数穿这个会不会太扎眼？最后不情不愿离开，留下满心遗憾。我想告诉他们，历经岁月的风霜雨雪后，我们最该学会的就是不再活在别人的评价里，不再被到了年纪就该怎样的念头捆绑。当你真正不在乎那些目光，才能触摸到风格自由的模样，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有人说我是仗着身材优势，站着说话不腰疼，可我清楚，外在条件从不是做自己的前提。就像花有千百种姿态，牡丹不必羡慕茉莉的清雅，
玫瑰也无需模仿百合的素净。每个年龄段的我们都有权利绽放自己的色彩。年龄从来不是单一的数字，它藏着3层模样：生理年龄、心理年龄和形象年龄。生理年龄是身份证上冰冷的数字，是日历撕过的痕迹，是眼角悄悄爬上的细纹，是青丝里藏不住的白霜。它是岁月刻下的年轮，诚实记录着我们走过的路，无需抗拒，更该坦然接纳。心理年龄却是内心的坐标系，是看晚霞时会不会依然停下脚步，为天边的粉紫云朵雀跃，是面对新鲜事物时敢不敢像孩子一样说我想试试，是历经风雨后眼神里还剩几分未被磨平的清澈。而形象年龄便是这一切的外在投射。一件衬衫的领口是紧绷还是舒展，一条裙子的长度是刻意拘谨还是自在摇曳，甚至走路时肩膀是含着还是打开，都是相由心生的注脚。就像70岁的赵雅芝，镜头前一袭少女粉纱裙，裙摆拂过地面时像落了一层月光。没人会觉得一把年纪不该这样，反而会被那份轻盈打动。那粉色里藏着的不是刻意装嫩的矫情，而是晨起认真涂口红的精致，是舞台上始终挺直腰背的坚持，是心里住着的那个永远对美有期待的自己。还有伊能静，年过50依然敢穿镶钻的短款上衣，配着活力满满的牛仔短裤出现在综艺里。当她笑着说我就是喜欢这种闪亮的样子时，你能感受到那份坦荡。她穿的不是少女装，而是对生活的热爱与赤诚。这种热爱让外在的装扮有了灵魂，哪里还有年龄不符的尴尬。所谓到了年纪该有的样子，不过是世俗贴给不同年龄段的标签。20岁要活泼，40岁要端庄，60岁要朴素。可这些标签从来不是真理。当你真正忘记年龄的数字，不再纠结我这岁数穿这个会不会奇怪，穿搭才能成为自我的延伸，像呼吸一样自然，达到舒展自洽的自由。审美从来都是价值观的外衣。你偏爱棉麻的质朴，是喜欢生活本来的样子；我钟情亮片的闪烁，是不想辜负每个值得庆祝的瞬间。它的终极意义从不是取悦谁，而是站在镜子前时，能打心底里觉得我这样很好。这份对自己的允许是做自己的底气。有人觉得素面朝天是真实，有人觉得浓妆艳抹是态度。没有高低之分，不过是不同灵魂的模样。若他人的审美与你不同，不必急着争论你这样才不好看，不如换成理解你喜欢你的沉稳，我欣赏我的热烈，允许自己做自己，也允许别人做别人。这才是审美的温柔底色。生理年龄需要坦然接纳，就像感谢双脚陪我们走过万水千山，感谢双手为爱的人做过无数顿饭。眼角的皱纹不过是笑过的痕迹，不必抗拒。视觉年龄藏在骨相里，比皮囊更耐品。是说话时认真看着对方的专注，是遇到新鲜事时眼睛发亮的好奇，是就算头发白了也会把脊背挺直的倔强。而心理年龄则是理顺自己与自己的关系，不跟皱纹较劲，不跟遗憾纠缠，理顺与他人的关系，不讨好谁，也不苛责谁。理顺与世界的关系，明白不是所有事都能如意，但依然愿意认真对待。数字从来定义不了人生的可能性。就像赵雅芝穿粉色不是为了证明我不老，伊能静穿亮片也不是为了假装年轻，他们只是在说我不管几岁，都有权利喜欢我喜欢的样子。当你把这3个年龄都活明白了，就会懂得
所谓自由，从不是穿得多标新立异，而是不管几岁，都敢穿想穿的衣，做想做的事，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为每一个不被定义的日子干杯。好了，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欢迎留言和投稿，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下期节目见。